外国军队嘲笑我们中国缺钱又没技术，就连黄铜弹壳都用不起。那么中国使用钢制弹壳背后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一颗子弹由弹头、弹壳、发射药和底火4个部分组成。弹壳作为子弹的基础部件，它的作用就是使得其他3个部分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构成子弹的发射条件，可以让发射药在燃烧时产生高温高压，从而成功的将弹头发射出去。除此之外，在发射时，弹壳还能阻止火药气体从弹壳里泄出，进而烧蚀弹膛。而且弹壳还能防止发射药受潮以及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也能保证子弹携带和保存的安全性。当然，弹壳更重要的作用是为了成功发射并且击中目标，所以这也就使得弹壳材料最应该考虑的问题就是能否承受住发射药燃烧瞬间所产生的巨大压力。这就要求制作弹壳的材料要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延展性，否则就会很容易出现炸膛的情况。此外，弹壳的强度也不能过高，不然会给枪械带来磨损或者产生子弹卡壳的现象。为了选出最适用作弹壳的材料，科学家们曾经经过多次的实验，将多种材料进行了对比，最后在所有的金属材料当中，科学家们选出了铜作为制作弹壳的最佳材料。因为铜的延展性好，质地松软，在受到高压的时候气密性比较好，不会容易裂开。目前很多欧美国家都使用铜制作弹壳。既然铜这么好，中国为什么不拿它做弹壳呢？首先是因为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铜矿资源较少，在全球7亿多的铜储量当中，我国的铜矿储量甚至都达不到3000万吨。再加上我国的铜矿大多位于地形复杂的丘陵地带，开采难度较大，在利弊权衡之下，开采的价值并不大。如果非得要使用铜制造弹壳的话，就只能向其他国家进口。但是国际形势随时都是动荡不安的，总的来说还是使用我们中国自己生产的钢来做弹壳比较安全可靠。当然，我们制造子弹也不是完全不使用铜，我们只是在制造弹壳的时候比较省铜材料。在外观上，我们制造的覆铜弹壳实际上长得和铜制弹壳很像。在生产时，我们直接在双面覆铜的钢板上冲下原毛坯，再拉伸加工，这样原料钢板上就有铜了。后来我们在生产弹壳方面也沿用了苏联的理念，用涂漆钢的方式来制造新型子弹。比起之前的覆铜钢，涂漆钢的工艺更加简单，只需要把原料毛坯钢筋剪成一段一段的，然后进行冲压拉伸，变成弹壳以后涂上绿色或者棕色漆就可以了。最主要的是，这样的工艺更加节省铜量，而且还能防腐蚀，使子弹被保存得更好。当然，对于一些精度要求较高的一些狙击步枪，我国仍然会使用金属润滑性较好的黄铜。